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一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李克强积极评价默克尔大力推动中德乃至中欧关系发展，欢迎默克尔卸任后常来中国走走。默克尔表示，他相信德国新一届政府会继续重视对华关系。外界注意到，这是不到1周时间内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第2次与中国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外界认为，默克尔的告别外交以中国作为压轴，凸显中德关系的重要性。李克强积极评价默克尔大力推动德国和欧洲对华务实合作和各领域友好交往，并表示中德都致力于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扩大双方共同利益。经过共同努力，中德合作已稳步走在中欧合作前列。中方期待德国新政府延续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巩固中德关系合作主基调，继续用好政府磋商等双边对话交流机制，做大做强合作基本盘。李克强欢迎默克尔卸任之后常来中国走走，继续关心支持中德中欧关系发展。默克尔表示，德中10多年来保持密切交流，相互理解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日益扩大，中国的发展充满活力。德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务实合作，相信德方新一届政府会继续重视对华关系，希望双方以明年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德中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外界注意到，默克尔上周3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上周5，德国总理府又提前4天预告将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线上告别会谈的消息。这样的高规格告别安排非常特别，在外交史上是罕见的，凸显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重视，以及对行将卸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本人的高度评价。如果没有疫情的话，确信这个默克尔呢会访华，这也是他的作为总理的最后一次访华，也是他的一个告别之旅啊。但是因为疫情呢做了这一种安排，这种安排呢就是说也体现了这个中德双方对彼此关系的一个重视。习近平在上周的视频会晤中称默克尔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德国《南德意志报》评论称，在中国的语境中，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是一个口语化的术语，而是一个荣誉的代称。该报统计显示，迄今为止只有约600人获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称呼。事实上，默克尔绝对担得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荣誉。在他16年的总理生涯中，12次访问中国，仅次于俄罗斯总统普京。默克尔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到访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广州、天津、成都、合肥、杭州、沈阳、深圳和武汉12城。2015年，他曾到访李克强的家乡安徽省合肥市，这是李克强首次邀请外国领导人到自己的故乡访问。2018年，他到访深圳时，参观位于深圳高新技术园区的西门子深圳磁共振有限公司，这是中德在高科技领域合作的缩影。深圳卫视整理公开资料发现，默克尔曾在访华行程中多次提出私人定制，中方也一一满足。2007年访问南京时，曾冒雨夜游明城墙台城，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雄浑。2014年在成都期间，还在菜市场自己掏钱购买了郫县豆瓣等，并跟川菜厨师学炒宫保鸡丁。2019年，默克尔的车队途经武汉长江大桥时，他要求停车远眺长江波光，并主动邀请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德国《世界日报》当时报道称，这是严谨的默克尔多年从政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偏离外交礼宾的特殊安排，而中方立即予以满足。作为默克尔的智库之一，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亚洲部主任施蒂芬·弗里德里希博士指出，默克尔没有西方政界的意识形态偏见，坚持认真对待对华关系，不把外交作为内政的甩锅对象。弗里德里希博士认为，默克尔是物理学家出身，非常的开诚布公，不回避问题，但他同样清晰地表达了想与中国做真心朋友的姿态。历史也证明，默克尔政府与中国有真友谊，做到了可持续发展。一组数字很能说明经贸对中德关系的重要性。2020年，中德经贸总额超过1.67万亿元人民币，是默克尔上任时2005年的约4倍。中国德国商会今年2月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0-21显示，77%的受访者预计他们在中国的表现将优于其他市场。6年前，中欧班列每日仅有2趟列车前往欧洲，但迄今为止，有超过50座中国城市与德国通过中欧班列相连接。这说明的就是说，即使这个政治制的不同文化
历史啊各方面都不同，但是两个国家呢仍然能够呢有一种非常友好的合作的务实的关系啊。我想呢，这对于这个其他大国来说的话，也是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启示作用。目前，德国的红绿灯政府正在筹备中。所谓红绿灯，指的是以红色为标志的社会民主党、以黄色为标志的自由民主党以及绿党。上周五，3党达成初步组阁协议，这意味着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舒尔茨向接替默克尔担任总理迈出了一大步。舒尔茨曾担任汉堡市长，2015年就曾率团访问北京和上海。2017年，习近平访问汉堡时曾与他会见。舒尔茨曾强调将延续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反对任何与中国的脱钩幻想。值得注意的是，红绿灯政府中的自由民主党和绿党都曾提出过对华不甚友好的言论，但绿党议会党团外交事务发言人冯克拉蒙前不久高调赞扬中国“14·5”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外界认为这是绿党释放出的对华合作的强烈信号。路透社指出，自民党虽然嘴硬，但本质上是一个靠重商主义崛起的政党，这奠定了未来红绿灯政府执政的基调。自民党和这个绿党呢，长期作为在野党，对华的这个负面表态比较多啊。这个在德国来说呢，或者在欧洲国家来说呢，也并不是罕见的事儿。但是这个两个党呢，马上要这个进入政府可能会有一些调整。我想呢。作为这个德国政府过去呢一直是比较稳健预期性呢也比较强所以这个我相信这个未来的德国政府呢也会执行一个务实的对华政策。对于自民党和绿党在竞选中表现出来的追随美国的倾向，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提醒，拜登政府近期的重点外交无一例外都撇开了欧盟，无论是阿富汗撤军、美日澳印4国安全机制，还是美英澳 AUKUS 同盟，这给下届德国政府是巨大的警醒。美国的盟友面临着随时被抛弃的风险。此外，德国媒体还披露了默克尔的退休生活计划。她的丈夫72岁的量子化学家绍尔此前与德国洪堡大学续约，以退休教授的身份担任高级研究员，聘用期还有2年结束。因此，外界估计默克尔卸任初期将不会返回她在勃兰登堡的旧居，而是继续留在柏林。他直言，从16年来的繁重公务中突然抽离，一定会若有所失，因此卸任后会休息一段时间。在退休金方面，按照1953年德国联邦部长法，他同时享有总理、部长和联邦议员的退休权益，每月养老金约合人民币11.2万。此外，还将终身获得德国联邦政府提供的个人安保和配备司机的车辆。在德国联邦议院内，还将保留他一个办公室，配备1名办公室主任、2名秘书和1名撰稿人。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我们看到，继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之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天也与默克尔举行了线上告别会谈。那对此您作何解读？我觉得，面对一个即将离任下台的政治人物，中国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接连为其举行专门的告别会谈，这样一种高规格的礼遇，我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有后来者，但是到目前为止，至少是前不见古人的。而在我看来，中方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对默克尔任内为发展中德关系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不过，对默克尔的表达感谢绝对不仅仅是中方这样做的唯一目的，中方还想借此向外界传达出另外几重政治信息。其一是中方想通过这样一个动作，进一步奠定默克尔在中德关系发展史上无法取代的政治贡献与政治地位，希望他离任之后还能够继续为中德关系发挥影响力与发挥余热。因为默克尔是有这样的政治能量的，他在德国执政16年间，支持率一直都在50%以上，最高时甚至一度达到了86%，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中还无人能出其右。其二是做给后来的德国总理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看，告诉他们中国是一个重感情、讲义气的国家，只要你们跟默克尔一样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过贡献，中国人民就会铭记感谢。
第三，通过对默克尔的感谢，把默克尔执政时期的中德关系树立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样板，让默克尔的继任者以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能够以默克尔执政时的中德关系来作为榜样。第四，这是要为未来的中德关系以及中欧关系发展定下方向与主基调。其实不光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感谢默克尔，德国人以及欧洲人也对默克尔的离任感到非常惋惜。那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其实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欧盟内部，默克尔都远远没有受到所有人一致的欢迎，反对他的人大有人在。很多主张激进路线，尤其是极左与极右人士并不喜欢他，相当多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分子经常攻击他。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默克尔不仅坚持走的是一条不左不右、理性务实的中间路线，而且他个人表面上看上去并不张扬，但却是性格沉稳、冷静执着，自己认定的事情一定会坚持到底，无论外界如何批评，甚至是抨击他。然而恰恰就是这样一条政治路线与这样一种政治性格，不仅成就了默克尔，而且也成就了德国。在默克尔上台前的1998到2005年间，德国的经济成长率大约只有1.2%，失业率却一直维持在10%的高位，甚至一度被人称为欧洲病夫。在默克尔执政的16年间，德国经济不仅重新恢复了强劲而稳定的增长，甚至一度成为了整个欧盟乃至世界的超级经济明星。而默克尔领导的德国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还确立了德国在欧盟的龙头领导地位。过去10多年，欧盟可谓是遭遇了无数的劫难，包括欧洲债务危机、中东北非难民危机、希腊金融动荡危机、英国脱欧危机、俄罗斯与乌克兰军事冲突危机，以及新冠疫情危机等等，都是因为有了默克尔的领导下的德国这个定海神针，最终才得以转危为安，避过了走向裂解的命运。除此之外，默克尔还有一件事情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骨头超级硬，敢于顶撞，甚至是跟超级强权美国对着干。在面对特朗普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的时候，他都敢于说不。这在所有西方国家中可谓是绝无仅有的特例。那您认为默克尔离任之后的中德关系以及中欧关系又将走向何方呢？我认为默克尔执政的主要特点与风格，就是对德国与欧盟不张扬，但却是异常强势的领导。这样一种风格与特点，确保了默克尔能够强行主导德国政局，以及确保了德国能够左右欧盟外交的主基调与大方向。这就是过去16年来中德与中欧关系能够平稳发展的主要原因。但是这样一种格局即将随着默克尔的离任以及刚刚结束的这次德国大选而发生改变。我们知道，在刚刚结束的德国大选中，中左的社会民主党得票率虽然领先于中右的联盟党，但是这次选举也暴露出了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即主要党派的得票率均未超过30%。这不仅意味着中左的社会民主党将不得不跟其他小党分享权力，组成联合政府，而且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德国将不再有强势的政党能够主导政局，也将很难再出现像默克尔这样的政治强人。而德国政治权力的分散化与中央权力的弱化，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执政者将不得不受到国内极左与极右两股丝绸的制约。默克尔所主张的对华友好路线将会受到极大的干扰与掣肘，同时也意味着德国有可能不会再成为欧盟内政与外交政策的定海神针，无法再强势主导欧盟的内政与外交政策走向，而是会被迫跟着欧盟的内政与外交在走。作为另外一驾马车的法国，又因为自身的经济实力比不上德国，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虽然有领导欧盟的意愿，但却没有默克尔那样的能力与威望，那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欧盟将会失去主心骨，甚至是陷入一盘散沙状态。尤其是这样的欧盟，未来还将面临着2重重大的挑战：一是欧盟内部的极右势力冒起，
他们主张将意识形态问题凌驾于一切之上，尤其是将政治凌驾于经济政策之上。二是美国的拜登政府正在施压，要求欧盟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舍罗默克尔与德国这个主心骨的欧盟能否顶得住这2重压力，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国经济3季报成绩单周一出炉，前3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9.8%。总的来看，主要宏观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恢复态势持续，经济运行亮点满满。而中国经济大船稳健发展，也为世界经济注入信心和动力。数据显示，初步核算，前3季度国内生产总值82万313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8%，2年平均增长5.2%，比上半年2年平均增速回落0.1个百分点。尽管3季度经济增速受到疫情、汛情以及基数升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所回落，但中国经济发展还是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的看呢，全年经济持续恢复，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这种态势呢不会改变，有能力有条件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任务。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中国经济表现，特别是前3季度经济增速是各方关切的焦点。海外媒体也是在第一时间刊发了相关的数据，这也体现出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中国有信心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任务的3个信心之源是：经济恢复有支撑，产业发展保持稳中有进，创新驱动持续增强。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了限电限产情况，有企业和行业协会表示，生产和出口都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如何评估限电限产对经济增速的具体影响？傅凌辉指出，中国国内电力和煤炭供应偏紧，多种因素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了限电现象，对正常的生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随着一系列改革和保供稳价措施的逐步落地见效，煤炭电力供应偏紧的状况将会得到缓解，对经济运行的制约也会降低。那么从9月份情况看呢，电力生产呢这个增速呢也有所加快。总的看呢，能源供应偏紧呢是阶段性的，对经济影响是可控的。近期受疫情反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原材料供应紧张等原因影响，全球经济复苏整体步伐放缓。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对今年全球经济、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的预估。对此，傅凌辉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经济增速预期，反映了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但应该看到，中国是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主要经济体，说明中国经济具有强劲的韧性和巨大的潜力。主要国际组织呢预期2020年呢，中国经济仍然能保持在8%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较高的增速，不仅这个速度呢不仅高于全球这个平均的增速，也高于主要的经济体的增速。那么体现出呢国际社会呢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看好。也说明中国经济具有强劲的韧性和巨大的潜力。中国高效的经济治理能力还体现在前3季度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上。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前3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8.33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22.7%。中国外贸进出口已连续5个季度实现同比正增长，不仅继续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而且外贸量稳支撑的基础进一步巩固，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重要支撑。稳外贸的一个基础，第一条是我们控制住疫情。那第2条是我们的制造业转型升级，那有助于打造外贸的新优势，特别是在质量、服务、技术、品牌标准上，展示出我们的竞争力。周一正是圆明园罹难161周年纪念日，在香港却有市民发现诚品书店公然出售由境外反华分子所著为八国联军洗白的书籍，书籍现已下架。香港立法会议员促请港警、国安处查处，这样扭曲事实、伤害国家的思想鸦片为何被允许出售？面对这样荼毒下一代的非教科书类书籍，香港教育局又有怎样的应对之策？香港教联会副主席、全国青联委员穆家俊、台湾资深媒体人王峰深入解析。直播港澳台栏目由东鹏灵堂冠名播出，累了困了喝东鹏灵堂。
上周五，一艘美军驱逐舰和一艘加拿大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这是美军舰年内第10次进行相关挑衅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同时这也是近年来美军首次联合他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表示，美舰近来多次在台湾海峡炫耀武力、滋事挑衅，还变本加厉拉盟国下水，勾连挑衅、搅局滋事，性质恶劣。这不是对什么自由开放的承诺，而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蓄意干扰和破坏。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美方应改弦更张，纠正错误；加方应从自身利益和中加关系大局出发，不要为他人火中取栗，甘当帮凶。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周日发表谈话表示，上周五，美国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加拿大温尼伯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美加勾连挑衅、搅局滋事，性质恶劣，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早前，美海军第7舰队新闻官证实，本月14日至15日，杜威号和加拿大海军温尼伯号联合穿越了台湾海峡。中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的官方微博在上周五晚就发布了相关的卫星图片以及2艘军舰的航迹图。我们从这个事件实际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美加也好，还是说甚至接下来如果还有其他国家也好，他们不断的过航台湾海峡，或者说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相应的军事活动，实际上它本质上就是为了干扰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就是本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军军舰联合他国海军军舰过航台湾海峡是近年来首次。与美军舰一同穿越的加拿大海军温尼伯号属于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满载排水量达到4800吨，属于大型护卫舰，是加拿大海军绝对主力。这型舰代表着上世纪90年代护卫舰特点，舰体长宽比较小，舰型丰满，内部空间大，特别适合于海况恶劣的北大西洋海区，其续航力达到了7100海里，具备较强的远洋部署能力。相比美海军阿里伯克级驱逐舰这种老面孔，温尼伯号代表的加拿大军舰虽然稍显面生，但事实上自2018年以来，加拿大已经连续4年以履行盟友义务为名，派遣军力到亚太，尤其是东北亚活动，主力就是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目前确认的舰艇除了温尼伯号，还包括渥太华号和里贾纳号。最近一段时间，温尼伯号就频频现身东海、南海。不久前还与美日英等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6国海军南海联合军事演习，随后又与澳大利亚2艘战舰在菲律宾海进行了联合航行，之后访问了马尼拉。去年，温尼伯号在中国周边海域游弋一段时间后，于10月2日穿越了台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腾军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加拿大军舰跟随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一事，一方面展现了加拿大作为美国小跟班的地位，同时也反映了加方有干预台湾问题和地区局势的企图。那么通过这次军舰的这样一种过航，它实际上是将加拿大与台湾当局的这样一种暧昧的关系更加的摆到台面上来，那么为它之后介入台湾问题，加强与台湾之间的这样一种交往提供更多的基础和条件。除了与同属五眼联盟的加拿大联合过航台湾海峡，美国近期在亚太地区搞小圈子动作不断，继召集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4方安全对话机制首次线下峰会后，上周美日澳印4国海军又在孟加拉湾举行马拉巴尔2021第2阶段海上联合演习。美国此前还宣布与英国、澳大利亚建立3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围绕核潜艇及相关技术开展合作。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近日还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美日澳印4方安全对话本质是亚洲版北约的雏形，后续美国还将尝试拉拢更多国家加入其中。那么美国打造亚洲版北约的企图能如愿吗？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的文章就指出，划分太平洋势力范围的观念早已过时。在各国政治、经济、科技往来加深的当下，没有也不应该有一条硬边界，把太平洋划分为2个阵营。西方大国所谓太平洋地区只能依靠传统安全伙伴，因此太平洋地区国家可以充当战略防御的坚固堡垒的言论，本质上要求域内国家让渡更多主权给西方大国，对域内国家的吸引力不强，对太平洋地区走向安全与繁荣毫无注意。是不是会打造成所谓的亚太版小北约呢？我个人是持质疑态度的啊。我认为，首先当下在亚太地区多数国家普遍是反对建立一个新的北约的存在，那么反对在这个地区搞冷战对抗、搞军事联盟的这样一种对抗，所以说多数国家实际上是不愿意站队的。所以美方的这一些企图，它只能是与一小撮国家所进行的这样一些图谋，不可能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另据美媒报道，美国前国务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鲍威尔的官方社交账号发布消息称，鲍威尔因新冠肺炎并发症于周一上午去世。鲍威尔是美国首位黑人国务卿，他在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第一位担任此一美军最高军职的非裔美国人。不过，最为人熟知的一幕是在2003年的联合国安理会上，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拿出了一瓶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进行展示。当时他在大会上告诉在场到来的各国代表，这就是伊拉克研制出来大规模杀伤性的化学武器，而这瓶子里面装的就是美军冒死拿到手的证据。后来被俄罗斯总统普京狠狠嘲讽，里面可能是洗衣粉。去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鲍威尔的一场隔空骂战中，不小心说出了实话：美国根本没有掌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美国当年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美国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加拿大温尼伯号护卫舰上周五过航台湾海峡，那您对此事有何观察？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昨天已作回应，给事态定性。他说，美加勾连挑衅、搅局滋事，性质恶劣，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在我看来，此事性质恶劣之处主要有3。首先，这是美舰今年以来第10次过航台湾海峡，次数之多刷新了历史记录。其次，这也是美舰时隔1个月再次过航台海。上个月的17号，美国海军巴里号导弹驱逐舰就曾经由台湾海峡南下。美舰过航台海已成常态化趋势。再者，这是近年来美军首次联合他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拉帮结派、勾连挑衅、搅局滋事尤为明显。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台湾海峡水域从法理上看，除了大陆台湾省两侧各12海里属于中国领海范围，其余海域均属于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因此只要遵守国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外舰享有和平通过的自由。因此，对这些在中国家门口路过的外舰，我们本不该过度反应。但此前我也讲过，美舰过航台湾海峡有其历史隐喻，既是武力炫耀，也是悍然干涉中国内政、为台独势力撑腰释放的政治信号。因此在这个语境下，美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由此不难看出，美国是台海和平稳定最大的破坏者，是台海局势复杂严峻的推波助澜者。因此，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闪烁其词，试图歪曲其一中政策之后，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大校上周五连夜应询事宜，措辞强硬地提醒美国同事，一中原则事关美中关系政治基础，不容模糊。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时待战，随时能战，不容冒犯。那么在此次穿航行动中，加拿大皇家海军的护卫舰扮演了什么角色？您是如何研判加拿大方面的盘算？加拿大皇家海军规模不大，现役与非现役满打满算1万多人，把潜艇计算在内，也就30来艘舰艇。非要横向对比的话，战斗力还不如日本海上自卫队。这支由英王乔治5世赐名的殖民地海上力量，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大洋上的主角。今天来看，依然如此。
此次过航台湾海峡的温尼伯号是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的9号舰，同行姐妹舰一共12艘，5000多吨的排水量对于一艘护卫舰来说已然算是大家伙了，属于远海型护卫舰，但是火力配备只能算得上是国际2流水准。温尼伯号此次亚太部署行程排得有点满。今年9月13号从日本横须贺离港之后，他先后访问了韩国釜山、菲律宾马尼拉，参加了位于菲律宾海的6国海军演习，还在南海水域与澳大利亚皇家海军举行了联合演习。如果将他这2个月在亚太的航迹连点成线，我们会发现温尼伯号就像一个报复性旅游的加拿大人，在亚太所有敏感水域接连打卡自拍，但大多数都是短暂停留，甚至是匆匆路过。值得留意的是，这一路他都是在他国同行的陪同下完成的。这实际上完全体现了加拿大方面不敢单独惹事，却热衷于组团造势的小国心态。加拿大这种乘势而起、蹭势而行的做法，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英联邦国家，那就是澳大利亚。从本质上看，这2个国家与中国搞僵关系，完全是吃力不讨好的。但他们一些国内政客就是按耐不住那股子安格鲁萨克逊人同文同种的感召力，跟在美国屁股后面玩着危险的碰瓷游戏。但我也要善意的提醒一下他们，如今的美国已非当初那个身强体壮的盟主了，惹出了麻烦，小弟们可是要自己承担的。好，谢谢吴畏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今年10月18号正是圆明园罹难161周年纪念日，为铭记历史，让更多人走进圆明园。纪念日当天，圆明园遗址公园对公众免费开放。然而，近日有人向香港警方国安处举报，并向诚品书店投诉称，台湾诚品书店香港分店在出售一本由境外反华分子所著、名为《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的书。此书公然颠倒黑白，引发众多批评。有网友怒斥作者比汉奸还汉奸。目前，诚品书店香港全线店铺已将有关书籍下架。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这本所谓的《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于今年7月出版，作者为刘其坤，是一名居住在加拿大的所谓华裔时事评论员，过去经常发表反华言论。该书颠倒黑白，把列强侵华历史歪曲成平息浩劫、解危纾难、人道救援，还将教科书抹黑成所谓被误导的假历史，甚至大力为八国联军洗白，称其为所谓因为人道危机而不得不兴的仁义之师，误导读者，无所不用其极。诚品书店由吴清友于1989年1月24日创办于台北，是结合商场经营的综合性书店，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苏州及日本东京设有分店。发现诚品生活香港尖沙咀店售卖该书的网民批评作者比汉奸还汉奸，质问这种伤害人民、反历史、抹黑诋毁先烈说怎可以在中国香港出现，并认为该书展示及发行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的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等。促请香港警务处、国安处封破拉人，绝对不能容许这些帮凶以学术创作自由为名，分裂、颠覆、危害国家为实。上周6晚，香港《星岛日报》记者走访位于香港太古城中心的诚品书店，在历史书架范围寻找该书未果。工作人员查询后，起初回复称无货。在记者要求通过电脑查询其他分店是否有此书在售时，一名书店高级工作人员上前解释称，此书已下架，至于下架原因则不太清楚。另据台媒周日报道，针对此书遭香港诚品下架一事，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正敏回应称，他没仔细看过这书，与作者也没有接触过。记得主编在报书时说过，书中声称如果没有八国联军，当时的中国可能被单一国家瓜分或殖民，是因为八国彼此摆不平，才成了恐怖平衡。这就跟这个一个出版商他的一个取向啊，我觉得一个人你到底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端正社会的风气啊，或者说是弘扬我们民族的精神哈？那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刚好彰显了目前台湾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就是说是非不分，黑白不明，道德沦丧，而且呢数典忘祖。啊，我说的是台湾的一个普遍现象。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民建联成员葛珮帆称，对于有人在香港公然售卖这种书感到愤怒。葛珮帆称，已有人向香港警方国安处举报，并向诚品书店投诉，估计该书籍已下架，与书商收到投诉有关。至于书籍内容有否违反香港国安法，他认为要视出版目的而定，例如是否为了煽动仇恨针对中国，背后是否涉及外国势力及资金。葛珮帆还称，书商本身应具备守法意识。而经民联立法会议员、香港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梁美芬则强调，八国联军当年在中国的烈行罄竹难书，没有任何可以合理化甚至美化他们侵略别国的暴力行为。若上架该书籍本身是故意带有政治目的，扭曲事实并伤害国家，书店需要负上法律责任。他要求特区政府加强对出版书籍的监督，不能容许这种思想鸦片在社会销售。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回应表示，香港教育局不会审查坊间的非教科书，但对类似的書本，局方會提醒學校留意，避免書本流入學校。我哋如果留意到有一啲即係好唔啱嘅書，或者好明顯佢可能係個目標係想係一啲青少年嘅咧，我哋係可以提醒學校咧，就係叫佢留意，即係唔好俾呢啲書入學校。我哋透過學校去將一個正確正面同埋一個即係譬如歷史嘅事實去教導學生。如果學生接觸到另外一啲資訊，佢有疑惑嘅時候，返學校問咧，教師係有責任咧，要將一個正確嘅一個資訊同埋嗰個事實咧，係講返俾學生聽。香港教聯會主席、全國青聯委員、中國歷史和通識科老師莫家俊指出，市面上不時有所謂歷史書為某種目的將不合理的事情合理化。例如，曾有書妄言甲午戰爭是日本為幫助朝鮮獨立而開打，這些書歪曲歷史觀、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利用光鮮的外觀和搶眼球的標題，就是為了吸引讀者。如果在社會中廣泛流通，會將錯誤信息傳給下一代。咁如果係作為教育工作者當中呢，即係第一譬如呢啲書絕對唔能夠列為教育嘅一啲參考書啦。咁呢個當然啦。第二點就係呢啲書同時呢，亦都唔應該可以進入校園，甚至乎喺一啲公共圖書館當中呢，從政府嘅角度呢，去杜絕呢啲不良或者係歪曲史實嘅一個咁樣嘅狀況嘅書籍呢，可以去更多咁傳播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民進黨當局長期在教育領域推動去中國化以及這種顛倒黑白的歷史書籍的衝擊下，台灣很多年輕人對中國歷史缺乏了解，歷史觀也出現扭曲錯誤。台灣作家吳淡如近來發現讀中學的女兒和同學不知道孫中山，台灣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也說女兒不知岳飛是誰。台灣歷史系教授吳坤才之友帶女兒去大陸旅行，在越王墓看到精忠報國，小女孩竟以為說的是張飛。台灣有識之士痛批民進黨當局刪去歷史教育最重要的時序和脈絡，學生因此既不了解大陸，也無法準確了解台灣，將變成史盲，危害深遠。有分析指，台灣新版歷史教科書一面大搞去中國化，一面鼓吹文化台獨，這充分說明歷史教科書實為台獨的政治教材，是民進黨當局對青少年進行政治洗腦的產物。我覺得現在蔡英文也好，過去的陳水扁、李登輝，在這三個階段受教育的年輕人是非常悲哀的。這個把一個人教育成一個空空洞洞的，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時代的悲劇耶。當地時間周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造訪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站。他在視察了反應堆報廢工作和核污水處理情況後表示，核污水排海工作不能拖延。這一言論在日本國內遭到了不少網友的批評。中國外交部回應表示，日方理應傾聽國際社會呼聲，撤銷錯誤決定，停止推進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準備工作。據日本共同社周日報道，當天是岸田文雄上任後首次訪問福島核電站。岸田向媒體表示，還剩下很多課題，感到絕不能再次發生這樣的事故。關於已決定將儲罐中保管的大量處理水排放入海方針，岸田稱看到很多儲罐林立的景象，感到不能再延後了。重要的是進行具有透明度的說明。這一言論遭日本輿論批評。有網友留言稱，鬼才信醜聞層出不窮的自民黨會進行有透明度的說明。另一名網友則表示，只會浪費納稅人的錢排污入海，卻不追究東電的責任。你們能不能稍微反省一下？還有網友發出呼籲稱，請不要污染我們的海洋。
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特大地震，受此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东京电力公司持续向1至3号机组安全壳内注水，以冷却堆芯并回收污水。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福岛核污水经过滤并稀释后排放入海，排放时间预计将持续20年至30年。其实就是说，为了给国内民众，包括福岛民众一个承诺吧，就是说，岸田政府会继续在福岛核废水问题上延续前任政府的一个做法，不会因为日本政府或者日本首相的变更而发生任何的改变。我觉得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向国内外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表示，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太平洋不是日本的下水道，日方处理核污水不应让全世界买单。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再次就此回应表示，日方这一决定没有穷尽安全处置手段，没有全面公开相关信息，没有与周边国家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也没有拿出可有效监督核查的安排。国际社会对此表达关切与反对完全正当合理，日方不能置若罔闻。中方多次强调，福岛核污染水处置问题不是日本一家的私事，而是关乎环太平洋国家公众健康和全球海洋生态环境的重大国际议题。自今年4月份日方做出把核废水排海的决定以来，我们注意到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几乎每周都会谈到此事。那发言人反复表达中方以及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对此事的关切和担忧，也希望日方能够倾听这些呼声，不要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实际上，国际社会已对日方排海决策的合理性、科学性、决策数据可信性、核污染水净化设备可靠性等提出诸多关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态称，将就此同日方展开交涉。韩国外交部官员表示，日方在未与周边国家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做出核污水排海决定，该决定将对韩国国民的健康、安全及海洋环境产生影响。该官员强调，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社会合作，透明彻底地验证日方的核污水处理全程。近日，在第65届国际原子能机构年度大会上，韩国也同日本就此问题展开交锋。对于日方辩称其排海计划在技术上可行的说法，韩国方面在大会上表示，为了确保客观性、透明性和安全性，希望可以继续参加核污水排海的监视行动。韩国总统文在寅同时要求官员研究把排污一事提交国际法庭。值得注意的是，在周边国家提出强烈反对的同时，英国却酝酿着给日本福岛食品开绿灯。据日媒相关消息报道，岸田文雄近日跟约翰逊展开了一次电话交谈，这也是日本新首相上台后两人首次的电话会谈。在通话过程中，约翰逊首先对岸田文雄当选新首相送上了自己的祝贺，之后便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承诺考虑解除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分析指出，英国此时跳出来为日本站台，多出于政治动机，是打算进一步拉拢日本。此举等于间接默认了日本的排污行为，很容易对各国造成误导。此外，约翰逊的做法或已得到了美方的支持，因为早在菅义伟担任首相时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发表声明称，解除从日本进口食品的所有限制。因为英国今年准备要申请加入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 而日本呢是今年的这个 CPTPP 的轮值主席国，所以英国现在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宣布解禁日本的福岛灾区的这种农林水产品吧。其实，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说，为了给自己今后申请 CPTPP 吧，来换取这个作为轮值主席国日本的支持。同时还有一点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就是说英国跟日本的其实在地理的位置上的距离是很远的，所以英国从日本进口的这个农林水产品的比例其实是很小的。观察注意到，自岸田文雄上任以来，其政治走向愈发右倾。周日在福岛访问的同时，岸田还向靖国神社供奉了名为真神的祭品。中国外交部周一回应表示，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有分析认为，在就任首相之前，岸田文雄行事风格还相对温和，而此次他效仿前任们向靖国神社供奉真神，一方面是为了向党内展示在历史问题上的强硬形象，另一方面，日本众议院选举已启动，岸田此时向靖国神社供奉真神，也是为了寻求保守派选民的支持，以赢得大选。
日本共同社消息最新公布了一项舆论调查，比例代表投票对象为自民党的有29.6%，立宪民主党有9.7%，自民党大幅领先。不过，对于岸田文雄政府是否应继承安倍晋三和菅义伟两届政府路线的提问，仅有26.7%的受访者表示应继承，高达68.9%的人认为应改变。一方面，我们确实从数字来看是对这个安倍和菅义伟政府的不满，但其实另一方面，我觉得也能体现出日本民众对于这个岸田的一个期待吧，就是说希望他能有所作为。